只要長城不倒，朕就與長城並存。真係啊！呢隻秦始皇都衰咗。喂，你嗰個秦始皇都俾人呃，全大灣區都收到嗰個秦始皇被騙綠皮。呢個係1986年嘅劉永擔正做主角秦始皇。呢個係2023年72歲嘅劉永墮入咗大灣區嘅買樓陷阱。買樓變咗租樓，我睇買樓團點解會係租樓呢去做？大灣區睇樓團喺通關之後越嚟越多。秦始皇劉永跟團去廣州睇樓，一心用總價60萬蚊買樓。落訂之後先知道單位係無產權公寓，簽嘅只係租約。到底呢啲係唔係大灣區嘅買樓陷阱？我哋去廣州黃埔區同一個樓盤，睇下當中嘅銷售手法有冇古怪。自住就2層一齊用咯，出租你就拆開2間租咯，即係好靈活咯。樓盤所在嘅廣州市黃埔區，主要係廣州工業同製造業所在嘅地方。由天河嘅廣州東站搭的士，要40分鐘先去到呢個樓盤。隔離雖然都有商場同住宅，但係就唔係旺區，人流唔算多。樓盤隔離嘅地鋪有好多都未租出。售樓部職員推銷複式單位，起初都冇特別提到產權嘅問題，只係話做按揭嘅話，唔似一般買樓咁樣做物業貸款，而係做個人信用貸款。直到我哋話想睇下發展商嘅賣樓許可證，職員先至咁樣講。我哋呢度係屬於賣嗰種嘅集體個證嘅喎，即係唔係你獨立個人到手嗰種證，我哋係一個項目，即係整體一個證咁樣。我哋係簽租賃合同，我都唔係賣權嘅啦嗰個。係啊，我哋即係只係賣佢40年嘅使用權咋，唔係話賣產權嗰種。因為而家廣州市場都係做緊呢種工業。我哋呢度嘅業主呢，其實就係南江村委，就係呢條村呢塊地主嘅。咁我哋開發商就係等於對面嗰塊地係由我哋幫佢拆，因為村佢哋係唔識做開發，即係雖然你係業主，但係你唔可以話將呢間屋攞去呢個地上面嘅建築物攞去抵押，亦都唔可以攞嚟轉讓。你保證翻我呢40年係我哋用嘅，呢個係保障翻嘅。即係其實我哋開發商同你哋係大家係同一條船。佢更加教我哋喺香港問財仔借錢買樓。做唔做到按揭㗎？呢啲可以。不過我哋呢度就唔係話用呢個房屋抵押，我哋係做一種個人嘅信用貸嗰種，裝修貸、信用貸嗰種就5年嘅貸款嚟嘅。或者你可以喺香港做都得嘅。其實我哋呢度都有好多香港客戶呢，佢就喺呢度買完之後，佢就返香港做貸款，因為利息嗰啲各方面會低好多。呢啲無產權公寓喺內地又叫做使用權公寓或者小產權房。顧名思義，即係俾錢買使用權，長租幾十年，唔會成為真正嘅業主。事關呢啲公寓，有啲起喺工商業用地，另一啲就起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，概念就同香港新界嘅祖堂地相似。不過內地政府就明文規定，呢啲土地唔可以買賣，亦都唔可以起用嚟出售嘅住宅。有發展商就同農村合作，起屋之後分租出去。廣州黃埔、天河、荔灣區，甚至係北京、上海都有呢啲項目。呢啲公寓單位嘅售價比一般住宅平咗一大截，最平20幾萬就有交易，面積一般都唔大。由2020年起，內地已經有唔少人唔小心買咗呢啲公寓，有啲人亦都聲稱係俾中介誤導買入，最後要律師介入先至退得返訂金。原來所謂嘅買樓係買一個40年嘅租用權，咁40年之後又點樣呢？講真未到期，即係嗰啲公寓係未到期嘅，所以而家我哋呢邊係冇案例，但係喺中國係有嘅，其他城市係有嘅，咁佢哋已經係續咗期。到時嘅話你放翻按照政策行咯，咁而家嘅政策我哋一般嚟講都係保我哋。呢個樓盤而家有3棟樓，其中1棟仲起緊，有1棟已經有人入住，另一棟就啱啱交樓。不過有單位已經掛咗出租，甚至係公寓出售嘅橫額。隔離嘅商場有好多間鋪頭，將呢啲單位租上租，當旅館咁樣經營。我們現在這邊有100個平方。100多間。
對100多間房，所以說你隨時來都有。呢一類嘅無產權公寓，省入面有好多。呢個廣州同區嘅另一個樓盤，職員就開宗明義講到明係簽租約。即係租賃合同會有20年加17年咁樣個主合同同補充業員同佢簽嘅，跟住個合同會攞去備案嘅，咁你作為一手嘅業主啦，類似咯。即係就算出租我都係叫佢業主。係啊係。香港客戶對呢種產品嘅接受度比較高，呢啲喺市場上咧，佢係19年開始有嘅，就推行到而家。反而香港人接受度比較高，因為香港人因為佢咁樣一個價錢咧，換算到去香港買咗樓咧，其實佢會覺得抵嘅。有人話無產權公寓係陷阱，但係兩個樓盤嘅職員都話好易就可以易手，前景亦都好樂觀。因為而家成個政府都係開發緊呢啲產品，都係大開發商啦。而家咩央企嗰啲都係開發呢種產品，所以而家全中國都有成，即係齋廣州都幾十萬套，都成可以講係未來可能有幾百萬套呢啲咁嘅公寓，幾百萬人都住緊呢啲公寓。你到期40年後，你冇可能趕晒呢班人出街嘅，係啊。咁同埋你趕晒人出街，你啲屋全部係吉晒喺度，都冇乜意義。我哋呢邊嘅一個3米平層嘅公寓嘅話，係未來咁5到8年呢個期間係極有可能會分割國有產權證嘅。但係如果你要變為產權嘅情況下，你要補個土地嘅租賃金，仲要補嗰個稅費，係啊，到時你未必會去選擇辦。佢現有嘅主體政策落晒地㗎啦，但係有好多啲補充政策仲未到。呢啲項目係咪真係好似佢哋講嘅咁，由政府帶頭發展呢？國土資源部就表明，呢一類城中村拆遷重建嘅集體建設用地設租賃住房，只係試行，並唔係小產權或者係出租產權公寓。而小產權房涉及違法用地、違法建設同埋違法銷售，產權唔受到法律保護。中山、珠海我哋就好簡單嘅啫，我哋就會喺珠海人工島等。約莫10點鐘，你喺嗰邊等，跟住我哋就會有同事喺嗰邊接待你，全日咁樣帶你去睇咁樣噶啦。係啊，1蚊團費都唔使俾，你早2-3日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就安排到噶啦。正常可以就到你時間嘅。不過通常你禮拜6日假期就係一般最多人報名噶啦。即係可能一大班人過嚟睇地方。因為其實我聽日有幾個睇維修地。香港唔少專做內地樓盤嘅中介都有免費嘅大灣區睇樓團，星期6日嘅團比較多人報，即日來回或者2日1夜，包車費食宿，抽唔夠人數想1-2個人睇樓，經紀都可以安排，費用全免。除咗推銷住宅，仲會推銷公寓，價錢只有住宅嘅1/3，以複式商住兩用，可以投資出租做招來。即係佢同一般嗰啲住宅嗰啲產權人冇乜分別嘅，係咪咁講？40年同70年啦，地權其實唔係嗰個樓幾多年，啲人成日講舊樓。呢個產權其實只係地權啲嘅，但係你40年到期就自動要補地價，你要俾錢，即係佢要俾你交錢。其實香港都有嘅，香港其實有嗰個收匯個稅㗎嘛，即係差餉。劉永最後因為事件鬧大咗，加上佢有知名度，最後樓盤全數退返訂金，所有簽過嘅合約都作廢。不過律師提醒，無產權公寓同一般住宅表面上冇明顯分別，就算明白係租用，亦都暗藏風險。根據即係內地民法典第705條嗰度，其實都講咗㗎啦。咁其實嗰個租賃限期咧，我哋一般簽嗰啲租約都唔會超過20年嘅。如果超過咗20年嘅話咧，咁其實基本上超過嗰個部分亦都無效㗎啦。咁樣對於可能個房屋拆遷啊或者續期啊呢啲咁嘅合法權益咧，其實都冇一個法律保障。咁再加上即係因為呢啲都係叫小產權房啦，咁所以其實根本都冇房產證嘅，亦都唔可以辦理到有一啲抵押啦，即係唔可以有貸款啦，亦都唔可以將嗰個房屋去做個轉讓。譚雪欣又話，就算係有產權嘅商住公寓，借貸率、交易稅費同水電費都同一般嘅住宅唔一樣。內地嘅樓宇、土地同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地方，香港人北上置業嘅時候都要冷靜，唔好俾銷售氣氛嘅假象影響。
如果香港人去買內地嘅樓，咁有陣時都叫隔山打牛啦，我哋叫做。其實可能真係揾翻一個香港律師去幫手去睇咧，都會去咁樣係會安全少少嘅。咁都要求發展商要出示翻一啲規劃許可證啊、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啊呢啲咁樣嘅相關文件。咁都要仔細啲查明咧，因為有時候呢啲證件裏面都魔鬼在細節，就係會唔會已經係過咗期啊，或者裏面其實講緊個樓房又唔係你買緊嘅樓房咧咁樣，咁買家係需要注意嘅呢啲。會唔會怕咗唔再上去買樓？咁啊唔係喎，我都會買。咁咧就係我係會好清楚咯，喺嗰個業權要好清楚咯，係有紅簿仔係可以嘅，你啱自己可以用嘅，咁我買咯，都唔係一定唔會你咁 cheap 啦，亦唔會俾錢人知啦。我覺得啲睇樓團係唔可以太順。